丹呢是一个美食天堂，它也是一个米饭天堂。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的这间咖啡店呢，是有卖各种各样的饭食。老板呢也有自创很多白灯的烤面包。你们先下车啦，我去找 parking。OK。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老板你好。我们的面包就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店做的roti地道。那个谁来的？哦，爸爸，他发明的啦。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这是全部的人都喜欢吃面包掺鸡蛋吃，对，干脆全部把它 mix 起来。啊。这边全部是我们的卖的所有的饭，是全吉兰丹不一样的地方的饭都拿过来这边卖。那你来到吉兰丹，一次过全部吃完了。这里到底有几种饭哦？40左右吧，每一天不一样。我们3个人呢，我们就想要试试看3个不同口味的。这个ayam cobek。cobek 是什么 ？cobek 就是撕成一片一片。撕成一片一片。nasi tumpang。东邦劳的意思，它的配料东邦在一起。以前传统做下来的是7种配料在里面，现在是他们已经要选说要吃虾，要吃鱼啊，要吃鸡肉啊，所以他们分开了。OK， 还有哪一个？Nasi Kerabu 在吉兰丹就是有椰丝，通常来到吉兰丹一定会找 Nasi Kerabu。哎，这样我们就找个地方坐，然后慢慢的去品尝。这个 roti 地道要掺一点胡椒粉跟酱油。哇！哎呦，很特别。有2样东西呢，我是蛮欣赏的。咖椰是你们自制的吗？对，它不会很甜。另外一个我欣赏的呢是你的面包，那个面粉的那个味道呢是蛮淡的，它搭配起来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底。搭配。平时呢，我们吃面包跟蛋的时候呢，我们就拿那个面包去沾那个半生熟蛋嘛。可是我发现到那个半生熟蛋呢，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裹上那个面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呢是非常的好。用行动来证明它是好吃的。清空了，清空了。OK， 现在我们该吃饭了。这个是用那个蝶豆花制成的那个饭。哇，你的真的看起来像 salad 嘞。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餐，每一口呢，你都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味道。炒过的那个椰丝非常的香又甜，再加上那个豆芽的那种蛮爽口的一个口感，那个饭粒本身哦，非常的蓬松，粒粒分明。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 Nasi Kerabu 呢，就是吉兰达人首选的这个早餐了。我这一盘 nasi ayam cobek 呢，看似很普通，可是我吃了一口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你选这一摊了。那它的饭呢，配搭了这个酱汁，它一点都不绵，粒粒分明，而且呢，它重点来了，手撕鸡肉，你看到吗？一丝一丝的，有点像我们吃的肉松这样。看一下你的，看一下你的是怎样的？哦。那我吃这个 nasi tumpang 哦，它的饭会来得比较绵，而且再加上它这个虾，这个酱应该是 rendang， 对，然后搭配了这个牛肉丝在里头呢，它的味道很丰富，因为有不同的味道在里头，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比较绵的饭呢很好，因为它会吸收到那些汁。对，你们3种真的很不同哎，味道丰富，味道很丰富哦。我妈妈呢也有跟我提到啊，这个巴萨 Siti Khadijah，Siti Khadijah 呢，其实呢就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啊，穆罕默他妻子的名字。它呢是一个3层楼的建筑物，里头啊就有2000多个摊贩啊，有80%的摊贩呢都是女士。哇！这个地方那么大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头行动。我们每个人呢都得买一些比较另类的东西。 OK， 那我们分头行动啊。OK。你也不，哇贝贡，原来啊这个也是他们用来做格拉布的，整条东西都是可以拿来吃的。不过这里的做法呢，有可能是炭烤，然后就跟其他的那个格拉布的这个用料掺那个饭一块儿的吃。哦，这个好神奇哦，我从来没有看过腌制过的这个 pedai。哦，这个长得很像姜的呢，就叫做德姆包。哎呦，吃起来很像那种很深的那种青芒果，你知道吗 ？Interesting。你就是蟾蜍果吗？
啊，是酸要命，它又酸又涩。这个呢，我觉得我也可以买一个，然后给弟弟们吃呀。我们来到了第2楼了。哦，这里卖糖果、零食。哦，这个沙爹就有吃过了，这个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八宝盒里头呢都会看到了。这个我就没有吃过了。jelly， Yeah. Agar-agar. Agar-agar. 我在咬的时候，它是有那种，好像你在吃冰糖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中间呢，就是我们所认知的agar-agar它的 jelly。那我很好奇啊，这个是什么来？是不是酸梅？ Asam Jawa. 阿萨姆， Yeah. 那闻起来很像酸梅，就像我们小时候会吃的那种一片一片一片的山楂饼，可是它会有一点微辣。我觉得我那2位兄弟应该会喜欢。3楼，哇，这里应有尽有哎，卖很多不同种类的衣服哎，哇，真的很漂亮哎，这个颜色适合我，多少钱？这边应该有比较便宜的，撒娇很厉害的，你看它。How much? 50 lah. This one cantik lah. Okay lah. 30 ringgit. I only got 50 ringgit. This one 50 ringgit. You got color? 哎，这个可以啊，这个 within budget， 这个50块好看。哎，这个也是好看。I want this one. 50 ringgit. Okay, can confirm 吗 ？Okay, free hanger. Hanger free 啦。OK， 这样我也爽啦，对不对 ？OK，Thank you。这个呢就是罗望子，有可能我们用的时候呢，它是已经成为那个阿桑 paste 或者是阿桑汁了。它的壳呢有点小脆，然后你就把它给剥开。如果要生吃那个罗望子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吃。这个果实我知道，它就叫做 buah keranji 橄榄籽，它里面的这个果实哈，甜酸的。今天来这里逛巴沙呢，我是觉得受益不浅的。为什么呢？第一呢，我可以接触到和认识到很多新鲜的食材。那第二呢，这里的摊贩呢，还有当地人呢，他们呢都非常的亲切，让我觉得呢越逛呢越开心。看一下有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让我想到呢，我妈妈呢也是会腌自己的蒜头，它是黑色的，它就来的比较酸。这个应该是软的还是硬的啊？这个是软的，这个是软的，这个叫达杜，里面是有一点那个糯米跟那个辣胡椒，它是来自去南方的本地的，这个是土产。它的口感呢就比较绵，很像我们在吃的那种麻糬啊，可是它就带辣，不错啦，不错，很特别，很特别。应该给我的那2位兄弟吃。OK， 我觉得我买了很多东西了，他们应该会喜欢的。我觉得呢，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有收获，我一定要买一些东西送给 Brian 还有何们。这边有。Hello。I want to buy this one. Like this. Yeah, I want to make into 3. 哦，哎，这个 Beautiful. 这个很美哎。好，我们现在呢已经买了这一块布料，原本它是sarong来的，可是呢，我想把它剪成像我这样子的头巾。啊，cantik，咔嚓。Yeah. 现在很想把Brian 啊、何们啊，还有 Jasper、BHJ 的那个字母呢缝在这边，像 J 吗？可以啦，勉强啦，有心就好哈。我相信缝 Brian 还有何们 B 跟 H 这2个字母一定会缝得很漂亮的。Hello， 我来啦！哎呦 ，Fashion， 我也来了，哎哇哇！你用你身上的所有钱就是买这件衣服呀？所有钱只能够买1件衣服而已。我在这边哈，我逛了哈，我买东西哈是很费心思的嘞。我就是买了这个给你，这个是你的 present 来，你是要可以吃的。腌制的不带，应该是酸酸的，对吗？那个苦涩的味道就已经去掉了，它只是有那种腌制的酸在里头哎。我还是有个礼物给你。这什么来的？哦，我知道，这个就是 pickle garlic 啦，对了，很好吃试一下的。这个给你，这个我觉得你会喜欢。
外面脆脆，里面软软的。还有这个吃这个一定要吃这个。我的礼物送给你们。什么？这个呢，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是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A 回来的跟摊主 A 回来的，一人一个，感情不散，一架，很实用。哎，我 A 回来的哎，你看，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子吗？你看 ，Ryan，Let's go。那我们在登嘉楼那边哈，我们就认识到了当地土生华人他们的生活习俗还有文化啊。这次来到这个吉兰丹呢，我们呢也要去拜访一位当地的土生华人，他就说请我们去他的老家，不过他的老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文物馆了。Mr. Yap 是吗？哎，说 Mr. Yap， 这个是你的老家啊？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对。所以那个屋子原本就在这里了啊？不是，之前呢，因为我们在后面那边要做发展嘛，所以我们把这个间家呢用铁轮子推来的，推过来。所以现在变成一个文物馆，就可以让人们对你们的这个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对。哎，所以这边是写这个吉兰丹土生华人的社群哈。对，是的，我们有3种的文化的总会，穿着是马来人穿沙龙嘛啊。如果我们看这里呢，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春联、对联，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屋顶，我们叫做 Singora， 是来自泰国的。吉兰丹华人跟暹罗人他们通婚是有什么历史因素的？其实我们是从福建和广东下南洋哈，然后停留在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界。当时马来西亚吉兰丹是受到泰国的统治，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统治者呢，他不允许马来人跟华人通婚的。这个是神主牌。有钱婚，哇！仪式婚娶，先是姑鲁为妻，这个就证明了嘛。对，当年你们的先辈呢，就是从福建省下来，然后就是娶了这个暹罗的女士，然后又生孩子，陆陆续续的就这样子传宗接代了，所以你们的土生华人就这样产生了。是的。那我知道登嘉楼的土生华人他们被称为青蛙郎。那你们吉兰丹的土生华人是被称为吉诺克拉丹，吉兰丹的华人所以克拉代就是吉兰丹。OK， 还有就是巴拉纳坎奇呢，这个是我们近5年来才使用的一个名词了，也是全世界性的。OK， 现在是一个统称了啦。一个统称，对。然后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Chinokito， 就是我们的华人。马来人呢，也是会把我们当作是他们的人。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吉兰丹土生华人的语言的特殊性。看到这个，我大概明白有什么特别。吉兰丹土生华人的这个福建话呢，他们是反过来的。对，肚子疼，通常我们会叫做巴豆疼，可是他们是疼巴豆。他们是根据马来文的用法，sakit perut，sakit 就是疼，巴豆就是 perut， 所以变成疼巴豆。原来是这样，对吧？那这里就是我们吉兰丹土生华人家里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摆了一些祭品，就是祭拜祖先，而且它是双数的。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神明，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文字呢来代表我们的神像的我觉得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说，虽然早期年的先辈们呢来到这里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融合，不过他们在信仰方面呢，还是保留了他们原有的那个华人的信仰。对，是必须的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你们的是我们吉兰丹土生华人的美食。Mr. Yap， 这就是吉兰丹土生华人的家常菜吗？对，而且我发现一点我们是坐在地上的。对，我看到有西瓜，这不是应该吃饱饭后的水果不是，其实这个西瓜呢是其中一个主食。在我们之前的祖先呢，西瓜呢来讲呢，它有汁嘛，饭呢是比较干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西瓜吃了之后配饭，满头的问号嘞我。一口西瓜一口饭，对，西瓜一口饭。那么我们西瓜呢还有另外一个吃法，就是
把它点一下。那这个蘸酱呢是布鲁，所以它是甜的。嗯，我觉得以前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趣，他们可以很简单的，就是从西瓜他们可以吃到它的甜，从这个布鲁呢，它可以吃到它的咸，所以就很简单，你这样蘸下去，然后配饭呢，那个饭就有味道了。对呀。这个就是我们有名的哈，胡椒焖西瓜皮。西瓜皮，除了西瓜皮之外呢，有一个鱼丝中了，然后再放进去调味，然后我们还放一些木露，然后呢，最地道的还是有这个胡椒粒呢，把它重重的再放进去。OK。我吃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很像黄瓜像焖黄瓜。对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对，因为它里头加了鱼丝啊，还有那个胡椒粉，特别。下一道我们就来吃盐炒鸡哈。这个盐炒鸡的起源呢，是因为我们在祭拜的时候呢，有这个白斩鸡和我们的3层肉，当时我们有存下来的呢，就是这样拿来炒。我从小吃这道菜吃到大，因为我外婆每次都煮这道菜。这个配饭哦，还是配粥哈，都很好吃，非常棒的。那这个很像贵的是岛包，岛包蚊子豆包嘛，就是那个糯米，还有那个绿豆瓣吧。是的。而这个糕点呢，并不常见，一般上是我们在节日的时候才做来吃的，而且是白糯米和黑糯米。它里面的绿豆馅还有掺杂了什么东西？葱油，难怪那么香。我觉得它很像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红龟果，所以我在想它应该是受到福建糕点文化的影响。对，但因为它比那个红龟果的那个皮哦来得更松软、更 Q 弹。对，所以来到鸡兰丹必须是的。我觉得呢，我们这一次的东海岸之旅啊，在那个登嘉楼呢，就认识了这个登嘉楼的土生华人。是。来到吉兰丹呢，又认识了你们的文化。同样啊，都是土生华人哦，就因为呢，你们落脚的呢是在不同的区域，所以呢，受到呢不同当地人的影响，就造就了你们自己独特的那个身份。对。现在呢，我要带你们去学习怎么制作这个马来传统风筝。First season 你不是学过了吗？这个马来传统风筝呢，跟我之前做的那个风筝呢，它会来得更加的精致，而且加上我跟你讲，吉兰丹呢是这个马来传统风筝的发源地，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怎么去制作。它叫做哇哦。陈师傅是吗？嗨，你好，你好，师傅好。这里哦有很多不同造型、那不同形状的这个蛙，它们是有什么意思的吗？这个叫蛙木兰，因为它的尾巴这样的形状好像木兰这样了。木兰是什么？是月亮。这个蛙木兰已经代表了整个马来西亚。吉兰丹另外发明一个蛙不用鹌鹑啊，哦，难怪它的形状像一只鸟这样哈。这个就变得不一样哦，它的尾巴就变得比较长、比较细。这个是叫蛙木拉是孔雀啊，孔雀开屏，这个油货的。发觉到哈，这些蛙的下面哈都有感觉上好像是一个花盆。对，所以说讲是这些树是从这边蒸过来的，这就是开始在哪里这次我看到的这些风筝哦，真的是有让我哇到哎。那我知道做这个蛙其实可以分成2组的，一个呢就是做那个骨架，另外一个就是做它的设计。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剪了竹，你要把它切，你不是切成一条一条，你不是直接给我这个竹条啊？没有，你以为那么容易啊？我们拿来破了变这样大，然后才拿来削。我们要破这个大片的，变成小片点哦。对 ，OK， 然后又破多一次。来了，嚯！可以了 ，OK。现在我们做的是骨架的哪一个部分呢？身体这边可以讲吃盘了。现在啊，刚刚破的它很利哦。要把它旁边的那些边边角角全部削掉。全部削掉。你从中间越来越细，中间要粗，尾巴要细。要削。哦，不能削这个皮。哦，为什么？没有那个皮就这个竹没有力了。其实真的没有很容易。没有。看起来我需要多一点时间了，慢慢削了。刚才我就稍微的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下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花盆 pot，那中间呢？中间的这个4 leaf clover。制作这个蛙呢，其实是蛮兴奋的，因为我在做它的设计。
今天的这个环节呢，我非常的享受，因为我喜欢画画。这边呢来个大红花，这边呢我要放一个新加坡的国花 Vanda Miss Joaquin， 然后呢希望呢就可以看到它在天空展翅高飞。因为刚刚我已经照你的吩咐，把它变成了6寸，对6寸均匀了嘛。对。所以现在呢，我要怎样把它拼凑在一起？先把它就是盘了，大的在上面，大的在上面，这个线它比较粗一点，这条线比较粗一点。OK， 够了，转这边，转另外一边啊，这样可以吧？啊，可以。我已经很紧哦。OK， 绑死它。我们好像做好了啦，很美。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大红花，然后一个胡姬花，中间的就是我们餐车的名字。Four leaf clover 我做好了，你看。我们就要把它连在那个骨架上面哈。对。师傅，我想知道你身为一个华人呢，怎么会对这个马来传统的这个风筝啊，这个哇哦感兴趣呢？既然当华人啊，跟马来人一天一天的生活，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他们玩什么我们玩什么，就是那样了。我觉得我们差不多要大功告成，我其实是蛮期待，希望这个风筝啊真的可以飞了 ，please 啦 ，please 啦。哇！终于可以放风筝喽！虽然很期待放哈，可是不知道这个风筝会飞吗？等一下还要再更远啊？差不多朝那边，差不多朝那边啊？那么远啊！我就直接把它丢上去。啊3、2、1 ，Go！ 1 ，Go！ 哇！哇！OK， 不错，不到3秒。不错了，不错，可是要调整一下啦。跑一点啊！你们慢慢的跑 ，OK？ 慢跑。 1、2、3，跑！呀！当那个风筝啊，它飞上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我错了，原来它真的能飞哦。不过突然间它 U 灯哦，然后往下哦，就卡米卡塞嘣，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很好笑。啊，我们3兄弟呢，当然是没有放风筝的经验，所以要把这个蛙呢放到天空去是有一点难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蛙呢本身也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它的头比较轻哦，要加一点石头什么？啊，绳子断了啦！哎，我们的风筝破了。哎，放风筝就跟人生一样嘛，对不对？一次放的成功，一帆风顺，有什么好玩的？当 Jasper 在放线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跑，哎，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那风筝呢是有飞到一定的高度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不要跑了。”可是他应该是没有听到我们喊什么啦，然后导致到呢最后那个风筝就卡在一棵叶树上。虽然说屡次失败，不过到最后我可乐了，我笑得非常的开心。到头来，它还是有在空中呢飞来飞去，几秒钟的时间也不错啦，这种感觉。虽然风筝在空中呢没有飞得很久，可是呢，我们3个人又创造了新的回忆。我们告别吉兰丹喽，要前往西海岸的吉打，我们必须横贯东西大道，路途遥远，我们要慢慢开哦。哇，那么远的车程呢？还好啊，有这个东西大道啊，要不然呢，以前呢从东部要到西部哈，要开大约1000公里的车程啊，现在只需要200多公里而已。哎，你看我们眼前呢这么美丽的山脉，它就叫做地地旺沙山脉，它是马来西亚半岛的中央山脉，它就是把马来西亚半岛呢分成东边跟西边。哇，美哦！我们的东海岸之旅哈，就在这里结束了哦。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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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哈！我们这样子再开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个天猛儿湖，也是马来西亚第2大的人工湖。哇！一起跑跑走，看动到最后，人生是一场到了，旅游。
这里哦，我跟你讲哦，很特别的嘞。哇，河水，钓鱼我们会坐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的脚会浸泡在这个河水里头。是，哇哦，脚浸泡在水里面很舒服。从来没有这样吃过东西的。然后你看那个水又这样冰冷，哇，马上，so cooling。哇！跟你们说，这条鱼呢叫做一干巴嘎。哇，它很新鲜啊。河鱼啊，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个味道，些许的那个土味在那边，有可能是需要配搭一些蘸酱，比如说那个三包的辣酱，它又辣又酸哦。这些不同的蘸酱哈，它就会完全的掩盖住啊那个鱼的那个土味，因为艾料湾里头的那个香茅哈，它的味道呢非常的鲜明，很香啊，它有很重的那个椰香味。这道菜呢就叫做一干巴卡桑。你最好听了我的讲解之后，你才选择要不要吃啊。首先，原本它是新鲜的鱼啊，然后呢？不过人类就用了那个米饭哈来做这个发酵剂，然后就把它放入这个盐水里头哈，大约2到3个星期之后，它就会产生一种很独特的一个味道，很难去说出来它的味道是怎样。我觉得一定要配饭吃，这个一定要配饭吃。对，你有点像油炸了那个咸鱼哈，然后你把那个酸甘汁哈挤在上面，又来了，还有啊，哇，很特别嘞。乌兰南卡，乌拉南卡，南嘎呀菠萝蜜啊，这个一丝一丝的，对，它拿去蒸啊都是蒸的。看一下不过你看它的那个好像蟹肉。菠萝蜜拿去蒸后哦，像那个荔枝跟龙眼干类似这样子的，只是它不甜了，它只是留着一点点淡淡的香气。然后另外的那个呢，就是玛莎勒玛。那你看它用的那个鱼呢，就是一干巴翁。然后它的特别之处哦，你妈妈在煮汤的时候，一定有用那个老黄瓜的。它是用那个老黄瓜然后来煮这个东西的，来 curry fish 这样。这个我觉得好吃。它的鱼肉很有弹性，很嫩又很有弹性，而且它的丝呢，感觉就像 green curry。yes。它老黄瓜很像那个海绵这样子，吸了它的那个汤汁，好吃。nice。 4点多了哦，我们去吉打那边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我们去这里啦，吉打州里的鹅伦，那里呢有一个潮州新村。OK。你家到了没有？你这边转手就到了。你看前面这座山峰呢，就叫做 Gunung Jerai 日来峰，它是北马最高的山峰。这是最 colorful 的屋子，五颜六色的，有卖东西哦。欢迎你们！哇，这些都是小时候的玩具啊，或者是糖果啊，很有儿时回忆的感觉哦。这边，请进来看看。这个是真的是别有洞天哈。是的，跟我以前我妈妈旧的屋子是一模一样的格局哎。这个桌子有一定的年份在那边了。对的，这些都是以前爸爸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深山里面的无线电话，这些都是爸爸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抱歉因为你一直提到说，爸爸留下来了，爸爸留下来了，那爸爸已经是我们在搬离这个地方2天前，他就突然间离开我们，所以呢，在他离开之前呢，他一直叮咛我们说，这间房子他要守着，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变卖。所以我们就兄弟姐妹呢就讨论了过后说，我们要把这间屋子呢保留下来，纪念我们的爸爸。这边有很多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你们小时候的玩具吗？对，是的，小时候的。这个就是我的天啊！你们是双胞胎吗？对的。那个照片是你爸爸妈妈吗？对，爸爸妈妈。是谁决定把这个地方呢，就是改成一个 cafe 的方式？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就是都很爱煮。OK。那你们的厨艺是谁传下来给你们的吗？基本上我们全部人的厨艺呢，都是源自于爸爸妈妈。这样我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你们的潮州美食了。
这些都是潮州美食，对吧？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是我们这里称为光酱。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头粿。那么这个2个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个是卷着古早味面粉糕，甜的面粉糕。这个呢是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这一个的配方，没有肉的，没有肉，芋头，然后也有那个花生碎，对的，而且那个芋头你们还把它弄湿哦，一丝一丝一丝的。是外面的这一层哦是豆皮嘛，豆皮，它吃起来就像那个摘酥酥鹅这样子嘛的。。那通常会在什么节日中呢能看到这道菜？以往啦，流传下来都是在初一、15啊，新年啊，是每一家都必备的。一个是花生的，一个是那个芋头的，它有个非常浓郁那个芋头的那个味道在里边。潮州人的美食其实芋头很多都是芋头，主要的。对是的。哎，我也是很想尝试这个煎面粉糕，我们试一下啦。来吧，就是 original flavor 版是有糖在里头啦。是的哈。我妈妈也是会这样做这道菜，每天早上起来就很容易，你就这样煎。这些美食啊，都会勾起我们一些那个回忆。是，其实当中很多的美食啊，我们店售卖的都是爸爸爱吃的食物。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做过这个饮食业的背景嘛，我们是只是喜欢煮，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拿来当做生意来做。在这段期间，这3年以内哈，我听过无数的人都跟我说同一句话，他说：“你们的这一个地方让我再次感受到回到婆婆家，回到我的妈妈家，我很想念我的婆婆，我很想念我的妈妈。我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要我们守住这个房子，或许这个是爸爸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地方也分享出去。或许是爸爸那么坚持。不要把房子给卖掉，是因为你们6个兄弟姐妹呢，永远都会在一起。对。当我们知道了你们的故事，你们对你父亲的思念，我觉得今天我们吃的这几道菜哈，它已经不单单只是一盘菜，它是满满的回忆。会心的来一个干杯吧！干杯！干杯！因为这个潮州新村呢，早期呢，它最出名的呢就是这个藤制品行业了。老板，老板你好。哎，老板，我们呢3个人哈要一起做一个藤制品啦。你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哈？小凳子，小凳子，很可爱，来。一人一只，一人一只，一人一只，一人一只。你这么厉害！老板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做些什么？黑黑的眼啊，这边啊，将它割掉。为什么去除那个黑色的？黑色的那个，因为等一下你洗的时候才美。其实真的有那些污垢都在里头哈。哇，老板，你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哈？1979年到现在。那你是第几代啊？我是第1代。你是创业人呐？人家现在你有没有接班人呐？有啊，我的儿子。你的儿子。当初你是为什么会做这个藤制品的行业的呢？以前是很兴旺的，每个人都是做藤的啦。那以前最旺的时候到底有几家在制作这个藤制品？20多家咯。20多家。那现在呢？现在1间咯。就是你这一间。是。你看这样放沙了，这样洗啊。哦，里头有沙还比沙滩的沙还粗哦。这种就是建筑他们有用的，对不对？它是混合的那个沙。老板为什么要用沙不用三杯粉？这个比较清洁咯。其实你现在只是要把它给弄干净，不需要把它给磨滑嘛，对不对？是。哇，真的颜色方面一眼呢就看得出了，它变白很多了。而且你摸的时候，这个会来的比较滑一些。对，这个还是很粗，你看。哇，感觉上焕然一新。对，用火用火烧，大概这边5、6下，这边5、6下，这边5、6下这样5、6下，大概这样啦。就是它的那个弧度是不是开始给它直了这样啊？哦，OK。因为它受热了之后哈，它就软化了，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些调整，给它大一点，它的火火给它大一点，这样太小了，给它关掉了。所以我们就烧它弯的部分。烧焦了，已经烧焦了，怎么办？老板像这样子烧焦了还可以用吗？可以啊，独特吗？独特。我觉得呢，那个力度你要拿捏得非常好，用太大力的话呢，它就会熬得太多。老板像这样子，你打几分？我觉得没有8少，我是没有给自己很多希望。及格了，这还及格。老板你人太好了。其实最后你也是会把它给切的嘛，对不对？是。
我要凉，要凉，凉了做马丁，然后锯，对不对？哈哈。哎，OK， 好了蛋， ，well done。现在我们把它拼凑在一起了，对不对？哈哈。那这个呢，就是刚才呢我们的杰作。现在我们就要加其他的那个部分了，对不对？啊，装藤条，这样装进去，然后把它看这个一半多一点体量，哦 ，OK， 再放进里面，装进去，对不对？然后就用这个跟它剪，然后跟它弯啊！太短了，太短了，这个不可以，多一点，多一点。啊 ，OK， 哇，弯那个横，弯，哎，可以了。老板，我们做好了啊，做好了，不错了 ，OK 啊，不错。下个步骤是钉这个角，钉角。耶 ，done next。啊，歪了，歪了，歪了。歪了。 OK， 你来，你来。这个就对了。嗯 ，OK。哇，你很有天分呢。最后一个。OK 了，好了。来，现在我们要跟它接起来，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做椅子，它一定是要平衡，对，所以它的精准度一定要有。我觉得我们只是单单钉几个钉子而已哦，就觉得很累了。你想想，老板如果还要钉那么多钉子哦，非常不容易。最后一个环节是什么？油辣嘎，油那个两个辣嘎。哦，要油之前，我觉得我们要试做。2、3，嘿。叫你试做，也不是叫你 OK 把它弄坏。OK， 好来，我其他说它歪了。当然，油上这个那个也算是一种保护嘛，对不对？是。这样日常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怎么样的清理，要怎么样的照顾呢？尽量不要碰到水，要不然的话它就不大耐哦。最好是通风。然后这一次做这个椅子，也许不是180%完美，可是因为是我们3个一起做的，我觉得对我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很有满足感，因为每个步骤我们都有做得到嘛。老板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潮州新村嘛，对不对？啊，然后你是潮州人吗？是。你是潮州人呐？啊，是。通常呢，我们都有一个美食交流会啦。啊。你有没有听过这道菜叫做潮州菜脯炒粿条？听过是有听过，没有吃到。我就开我的餐车过来这边，在你家门口就煮给你吃。哇 ，Why not？一起啪啪走，我们向前走，把欢乐带上到永久。一起啪啪走。所以我们今天要准备的呢是潮州菜脯炒粿条，食材呢有粿条、甜咸菜脯，还有芥兰。今天呢我会口述，然后由你们来翻炒。坦白说是个非常简单的菜，可是最后出现的那个炒粿条呢，不是我们熟悉的炒粿条，而是它看似好像一个煎饼。我今天已经迫不及待做 Head Chef 了啊！真的吗？要开始之前 ，Head Chef 有东西要送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我们不是有去一个巴沙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我还有 Head Chef，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B 字？是我缝了 B for Brian， 我们要一起戴。都弄了我头发。Can you just tie on my hand, please？ 你们开火。这一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是我的心意嘞。有没有听到心碎的声音？没有人要讲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哎 ，thank you，thank you， 开火了，开火。哎，我们的锅已经热了，你看冒烟了。来放油，放1汤匙的这个是甜的菜脯。好，下。不用怕。哎，我们的美食交流会呢，已经是最后第2次了啊！我觉得该是时候呢，让这2个弟弟呢独当一面，自己炒出一盘菜。很好 ，Very good。准备鱼露，准备鱼露，准备鱼露，抓2把那个粿条，然后丢进去。鱼露呢？我讲准备而已。1把，2把，要不要放多一点油？要粿条比较透明，这样子就算是粿条才开始软。这个鱼露给我撒4次，撒4次，1、2、3、4。好，翻炒。所以那个鱼露呢，其实是要给它那个香气。来接手，来，快点，在那边焦了。做什么？
啊，一直翻炒。现在呢，你要把它全部压去中间，然后按下去，这样子压扁。对，这道菜你真的是每一刻呢都得盯住，叫他看那个火候，他也没有去看。对 OK， 已经焦了。已经焦了。你就会拿出来了，快点啊，就跟它弄啊。然后呢，你要抛锅，就是抛锅翻过来，跟它翻过来，抛锅，完蛋！哦，拍手，大家跟我拍手。哇 ，Jasper 第一次抛锅成功哎！你看，抛得到嘞。给我重新再来，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哪里懂为什么会焦？等下我们要试吃一下先，才知道哪里出错吗？你就觉得怎么样？很好吃，对不对？很有锅气，对不对？咸口感，很咸。所以哪里出错？为什么会很咸？当你在撒鱼露的时候，撒太多了。没有关系，这一次呢你自己放，凭你的感觉啊，你别忘了你里头有菜脯的哈，菜脯本身呢已经有咸跟甜了。哇，我闻到很香的味道耶！然后开始跟它按，现在就让它慢慢的成型。Herman他今天呢，他是很专注的呢，就是在炒粿条，他不时的呢也去调那个火候。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这是我们最后第2个美食交流会啊！我才刚刚呢感受到在餐车上烹饪的那种乐趣，可是这整个旅程呢即将要结束了。我觉得那个形状 keep 得很美。好，那我们继续呢多再炒一盘，我们就可以 serve 了，好不好？ OK， 来，老板，可以吃饭了喽。对啊，你们订个椅子已经好了。谢谢。哎，两姐妹 Hello， 今天啊，我带了2位新朋友来，他们呢都是这里附近寡园的老板和他的女儿。哦，来。今天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潮州菜脯炒粿条。这个或许你们在这里啊没有吃过，在新加坡就有，这个是它最古早的那个味道。为什么会想要做这道菜呢？其实呢，就是由你们的煎面粉糕所 inspired me。食材非常简单，那这一道菜呢，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新加坡呢，这道菜有2种不同的呈现方式啦，一呢就是炒得碎碎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煎成一片这样子。其实在这里你们有吃过这道菜吗？没有，第一次。味道有猪油的香味，味道很特别，味道 OK 啊，OK，可是比较咸一点，重口味，重口味是适合我。我也是比较喜欢重口味的。我倒觉得说它的整体呢是蛮好吃的，或许可以再让它稍微焦一点点，可能它的口感呢你吃起来有点 QQ， 有点脆脆的，可能会特别一点。还有我现在看到是谁带来的这个卤味？我带来的哦，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对的。哇，沾一下那个卤汁哈，对，卤汁就是那个灵魂。对，新加坡的那个潮州卤水哈，五香的那个成分呢就会来的比较多。这边的卤水我觉得呢就来的比较清淡，然后带甜。那这碗粥是谁带来的？这个粥呢是来自我们巴东龙武新村的一个特色，它叫拉萨粥。巴东龙武新村在哪里？就在这里的隔壁村。这个是阿萨姆拉萨汤，就加上去。配粥啊？配粥很好吃。我一开始会以为这个拉萨粥呢会很辣，可是其实 OK， 阿萨姆拉萨的味道是淡淡的，再加上你的粥呢是稠的，很入味，很入口。我很喜欢。如果要更重口味，就要再加多一点汤咯。非常好吃。豆干笋羹。这一道菜是有什么故事的吗？豆干吃了会做官。老板，这个也算是一个潮州菜嘛，对吗？是，这个是正统的。我们环绕了这个马来西亚半岛快1圈了，可是呢，我们根本没有来过一个潮州的新村。那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潮州新村呢，我真的是感觉到啊，潮州人自己人有主囊，干爹囊，干杯！我们公平一点 ，OK？你闭着眼睛，我给你试吃一个我的一个河门的。如果你选对，等一下，我从此消失，我就不进这个厨房。第一个，OK？ 第二个，第二个哈，
让我的味觉完全关掉。然后我已经忘记第一个是什么了，第二个是谁的？那2个都是他的。我就知道了，2个鬼味道是一样的，从此给我消失 ，Go。